这是塞尔比最后悔的一杆斯诺克。比赛第一局就磨了40分钟，忍无可忍的火箭决定杀人诛心，要用塞尔比最引以为傲的防守，彻底将他打爆，走塞尔比的路，让塞尔比无路可走。好家伙，老天都来帮忙！大力出奇迹，直接晕进红球。座位上的尔比兄还在喃喃自语，殊不知接下来才是他煎熬的开始。先来一杆开胃菜，虽然左侧红球没有完全挡住，但是要解到不漏球也并不容易。尔比兄认真的比划击球点，难道是有意库钩进的想法？这个难度有点太大了吧？如果一旦没有打进，那还不得被牵着鼻子走吗？完蛋了，2球的落点离彩球还这么近，火箭随便做一杆都能让塞尔比吃不了兜着走。好球，母球死死的藏在粉球身后，2颗红球都没靠近库边，这样的斯诺克最为致命。就是这么轻描淡写的一杆，够塞大师喝上一壶了。而比兄马步一沉，大有弯弓射大雕的架势。我们来看看效果如何。完美，母球没有丝毫犹豫，直奔中袋而去。此时火箭获得手中球，完全是可以自己进攻拿下比赛的。就在塞尔比走回休息区的同时，火箭直接示意裁判重摆，今天不让你解到超分，那这一局就不算完。还是同样的线路，一次是运气，2次就是实力了。而比兄赶紧望向计分器，距离超分还有大把空间，这个噩梦还要继续。如果对手不是塞尔比，火箭肯定早就自己上手了。为了整治塞尔比磨球的坏毛病，火老师只能铁面无情了。好球，有了前2次的参考，第3次不仅成功解到，神奇的是还没有漏球，但是开心不过3秒。火箭接下来的出招更狠，如果塞尔比能知道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或许他宁愿直接漏球吧。太狠了，根本不留一丝活路。塞尔比刚从刀山下来，紧接着又要进入火海，这一杆可比上一杆难多了。火箭淡定的表情背后，仿佛就是在说，不就是玩防守，我只是不喜欢而已，并不代表我不擅长。塞尔比很自然地进入了长考3部曲，转圈圈、擦桥粉、瞎比划。为了大家的观感体验，还是直接跳过塞尔比思考的时间。大力也没能出奇迹，火箭看着塞尔比的表演，只能强忍笑意，继续示意裁判复位。落后33，台面最高还有43，3次之内如果还解不到，塞尔比只能拱手送火箭超分。东边不亮西边也没亮，母球第3次洗澡，塞大师这是彻底无语了。火箭伸出半个脑袋继续看戏，让你平常总是折磨人，今天也体会一下解到手软的感觉吧。有机会看看力度如何。真可惜，就差了一点点。塞尔比再次望向积分器，这下反倒轻松起来了。反正成不成也就是最后一杆了，赶紧让我远离这该死的噩梦吧。终究是没有奇迹的发生，直接送对手超分的感觉确实无奈。但是火箭接下来的操作更加杀人诛心。明明就有非常火热的进攻手感，偏偏要用斯诺克来决胜负。火箭任性起来真的太可怕了。此时粉球可以链接，但是很明显，火老师还没有玩够，又是一杆斯诺克伺候。这次连黄球都还没有投下，塞尔比就直接认输，让裁判重新摆球。正是激动的手脚并用，哨声不断，只有在足球场才能感受到的狂野，硬生生的发生在了斯诺克赛场。这是2019年大师赛的半决赛，漂亮，准度在线的话，那这局就注定相当精彩。而丁俊晖的正式上手，也预示了火箭这一局将化身喝水运动员。
一套红黑之后，导播直接给了147的提示，这是斯诺克最高待遇，从来都是只有火箭独享。看得出来，丁俊晖在国外的被认可度相当高。值得一提的是，如果这杆147冲击成功的话，它会是斯诺克官方记录的第147杆147。丁俊晖能否创造历史？这一路又发生了多少波折？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其实2019年的丁俊晖正处在生涯第3次低谷，大部分赛事都是早早出局，最为亮眼的就是大师赛一路过关斩将打入4强，还有年底的英锦赛强势反弹拿下马奎尔，个人第3次捧起英锦赛的奖杯，结束了长达805天的冠军荒，成为继戴维斯、亨德利、奥沙利文和希金斯之后的历史第5人。No, I'm going to wait for the black. He's keeping maximums at the moment. He may do if he gets to about 64. 好球，打进中袋的同时顶了一下球边，还顺利衔接黑球，一箭3雕。火箭非常难得的认真看着比赛，他和丁俊晖的友谊就不用多说，我相信大家比我都懂。没有问题，用红球界停，继续抽丝剥茧。147被球迷称为斯诺克皇冠上的明珠，奥沙利文以15杆147稳居第一。在丁俊晖28年的职业生涯中打出过6杆，但是对绝大部分球员来说，一生可能都打不出1杆，其难度可想而知。In the second frame when he finished short on the red, perfect now. Only one thing in it now. 在收下第8套红黑后，局面出现了变数，白球没有控制好力量走大了。还有下球的2颗红球角度都非常的大，难道这历史第147杆147就要宣告失败了吗？以丁俊晖的性格，当然不会轻易放弃。咬紧牙关的辉哥将要展示自己的另一项绝学——稳定的架杆功夫，强行续命。准就一个字，丁铁架之名并非浪得虚名。听听这经久不衰的掌声，就知道这杆的难度非同寻常。但是这杆仅仅只是开胃的前菜，更离谱、更刺激的还在后面。低杆一库仍然没有调整到最舒服的位置，大角度的中袋依然需要强大的准度纠错。丁奥会的火箭怎么看都不像是竞技对手，更像是一个慈祥的长者，眼里不仅没有杀气，反而更期望丁俊晖打出更好的水准。打进超分红球，白球3库也终于调整舒服了叫球的位置。此时的火箭反而是如释重负一般，这深厚的友谊真是太让人羡慕了。已经没有单下的红球，这杆 K 球的质量就能直接决定能否成功冲击147。嚯，低杆下的不够低，没有碰到红球，这样的失误太致命了。这杆147真的是一波3折。看丁俊晖还在观察线路，难道还有组合球可以挽救一下吗？场下的火箭看起来比丁俊晖还要着急。漂亮！现场解说激动的嗓子都要喊破了，观众也是彻底沸腾，全场都在期待能够见证历史。打进最下方这颗红球的话，剩余红球都有单下，只要认真的打好每一杆，局面已经不算有太大难度了。What a moment in history of the game. Yeah, you did mention it. 破百就要来了，就是这颗黑球。近几年能够看到丁俊晖如此拼的进攻局太难得了。
Perfect on the black. Just gotta make sure you're high on the red. 最后一颗红球再次出现意外，留出了向上的角度，而且粉球的位置很容易对白球走位造成干扰。火箭这是彻底疯了，这样的局面想打147，第一个难题就是这杆远台较黑，太硬了，霸气的准度配上4台的4杆。这是2015年世锦赛首局，才第一局就感觉火箭想要吃人，对手直接看懵了，这是什么仇什么怨？ Sometimes you'd allow for the first framing a little bit. 导播更是非常懂事，仅仅一套红黑下赌，就迫不及待给出147提示。这一年满分杆奖金25000英镑，加上1万英镑的单杆最高奖，大概火箭又缺钱了，搬砖才会如此积极。想要冲击147，台面至少有这4个难点，看看火箭能带来怎么样的惊喜。16. 17. 发力的4蹬简直帅到没朋友，母球做到毫米级的控制，真的太细腻了。看火箭打球，丝毫感觉不到任何难度。6颗彩球有3颗不在点位，而且还有1颗长台红球需要下来较黑。这样的球型除了火箭，谁还敢有147的想法？ 33. 意外来了，给自己做了一个后斯诺，手架特别不舒服。而这一局对手架的考验这才刚刚开始，顶开了被粉球牵制的红球，但是效果不太理想，手架依然不舒服，而且还给自己增加了1颗酷边球。看到火箭露出这个专属表情，他要开始兴奋了。真的太稳，虽然有大角度和后斯诺2个障碍。 但是火箭轻松的就像日常吃菜，不过难题还没有结束，还要接受来自准度的考验。48. Couldn't do much with the cue ball, hampered as he was, just had to use the natural angle. 太夸张了吧！不仅红球精准打进，母球几乎擦着2颗红球而过，这让别人还怎么玩？ It's a big ask. 休息区的斯泰德曼一脸郁闷，这才第一局，火力就这么凶猛，今天怕是要被打成筛子。如此想要冲击147的火箭，还真不多见。只能说现场观众这票价买的太值了。 57. Look how visible is that? Welcome to the big time. 64. 65. 低杆一库继续处理红球同带，又是一个高手架，这一局真的是基本功大考验。 72. 简单的红球还剩最后2颗，本局最燃最炸裂的部分也即将上演。 This is the 10th black. Just asking the referee how much is he for the maximum. Maybe we'll find out how much it's going to have. Oh, it's 4 and that. 81. It's unbelievable. Apparently it's £20,000. 红球留出了最舒服的角度，也为下一杆打黑 K 红奠定了基础。 88. 几乎都是手摆位，而且火箭还特意走过来确定线路。如此认真严谨的火箭，兄弟们不多见吧？意外又来了，这杆应该是想要 K 下面这颗红球中带，现在就麻烦了。不管选择哪颗红球，想要去叫黑球都是难度不小。但是火箭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趴下就准备出杆，真离谱！ 意外撞到咖啡球之后，母球还能下来链接黑球，你说他不是这么设计的，我都不信。现场观众直接炸锅，只留下斯泰德曼一个人独自凌乱。好球！
顺利把红球带出来。但是这个球运实在也够差的，2颗红球进球难度都不小，而且还要绕台下来叫黑，这一局是真的太不容易了。火箭还能化腐朽为神奇吗？ 17th century as well. 很可惜，红球晃带而出，虽然没有完成147，但这13套红黑已经让现场观众看得如痴如醉。